大家好，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就是大家很常遇到的疾病，叫做鼻中隔彎曲，還有肥厚性鼻炎。那一般大家其實在醫院，我們其實很常遇到病人因為鼻塞的主訴或是打噴嚏的主訴，然後來到門診來就診。通常我們第一步呢，我們會問一下病患說，就是你平常有沒有用過什麼藥物啊？平常有沒有經過什麼醫師的診斷啊？等等。那通常有些病人他們主訴就是說我鼻塞好久啦，然後有時候躺左邊就左邊塞，躺右邊就右邊塞，甚至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鼻塞到要張口呼吸。通常我們在門診的時候，其實像我们耳鼻喉科醫師，我們有那個鼻鏡，我們就從鼻鏡把鼻子撐開來看一下鼻子。通常我們最常看到的是什麼？就是鼻中隔彎曲。其實鼻中隔彎曲就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點。那這個鼻中隔彎曲呢，通常跟什麼有關？可能跟我們小時候啊有外力的撞擊，或者是我們鼻腔啊，因為我們華人鼻子比較嬌小，不像外人那麼高挺，就是我們的皮膚做了一個阻攔，所以我們的軟骨沒有辦法長得非常長，有時候就會造成彎曲。就是這些原因呢，可能就會造成我們很明顯的就是結構性的問題。那通常這個鼻中隔彎曲，因為它是骨頭的彎曲，所以基本上沒有辦法用藥物來改善。什麼樣的病人需要考慮做鼻中隔彎曲的手術呢？通常我會給病人一些建議啊。我們可以知道，就是鼻腔的通氣啊，除了鼻中隔會有結構性的阻礙以外，我們還有2個下鼻甲。那下鼻甲是什麼？下鼻甲是我們一個硬骨的結構，外面包了一層黏膜。那通常這個下鼻甲的組織經過空氣中的一些我們講的就是刺激物，例如說煙啊、粉塵啊、PM2.5 啊等等，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有過敏性鼻炎，接受到一些塵螨啊，或者是一些過敏源，例如花粉啊等等的刺激的話，它這個鼻肉就會代償性的肥厚。那當這個鼻肉又肥厚，然後又併合鼻中隔彎曲的時候，我們的這個鼻腔裡面的空間就會非常狹窄，氣流就會受到阻礙，這樣的病人就會呈現說常常有一邊鼻塞的這些症狀。我們首要治療通常回到鼻噴劑的治療，鼻噴劑是我們第一線治療。一般台灣的人聽到鼻噴劑都很害怕，因為覺得含有類固醇。其實大家不用擔心這個，因為這個鼻噴劑的類固醇它其實是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基本上之前做過研究，這個鼻噴劑裡面的類固醇含量，它噴到鼻子裡面，你去抽血都驗不到。所以代表什麼？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輕微，只作用在局部的一個噴劑。那一般台灣目前大概3種比較主流啦，一個是 Avamys 藍色頭的，一個是 Nasonex 綠色頭的，還有比較舊的是 Budesonide。這3種是傳統的類固醇鼻噴劑。不過因為這幾年大家發現，就是單純噴類固醇鼻噴劑，可能對於我們這個鼻塞啊、過敏症狀效果不夠好，所以說後來又有了類固醇加上抗組織胺的這個噴劑。像這個 Dufnex 目前就是用的非常多啊，就是它是抗敗劑型的。那在國外guideline上也是建議它是第一線的用藥，針對我們這個過敏性鼻炎。所以假設你有這鼻塞的症狀，通常你來看醫師，我們首先第一步都還是會開鼻噴劑給你來噴。鼻噴劑噴一段時間，通常我們會建議病人每天噴，早晚噴，或者是早上噴1劑，或者是睡前噴1劑。那我們通常會噴大概2周到1個月，連續噴之後，來看看你的下鼻甲的這個鼻肉啊，這個收縮的情況。如果說經過這樣鼻噴劑的使用之後，效果還是不好的話，那我們的下一步就會考慮手術。手術部分我們會做什麼樣的手術呢？那第一步就是我們先看看你的鼻中隔有沒有彎曲。如果今天沒有鼻中隔彎曲，或是鼻中隔彎曲其實很輕微的話，或許我們可以做下鼻甲的這個微創手術。那也就是現在大家很常看到從鼻子裡面掏出一塊結痂的這個手術啊，那其實它就是下鼻甲的雷射。那一般我們會用射頻雷射啊，或者是用氣化棒雷射啊，甚至有些人會用旋轉刀把這個鼻肉稍微讓它減少一點。通常這樣微創手術，手術時間很短，大概10分鐘到15分鐘，通常局部麻醉下就可以執行，然後病患很快就可以得到鼻通暢的這個好處。那如果說今天同時合併了鼻中隔彎曲的情況下，那管醫師這邊就會建議合併鼻中隔一起處理。那為什麼呢？因為大家可以想象你的這個結構裡面明顯的是有一個骨頭的彎曲擋住你的鼻子的通道。那這個骨性的結構如果你不處理的話，基本上就算我們今天把下鼻甲收縮了，這個鼻子的通暢程度還是受到蠻大的阻礙。一般所謂的鼻中隔手術大概會怎麼處理？通常我們就是把彎曲的地方給截取掉。這時候大家就會想到那如果我今天是鼻子的前端尾端的鼻中隔彎曲的話怎麼辦？尾端鼻中隔彎曲跟一般鼻中隔彎曲不太一樣，因為我們鼻子的這個鼻梁，大家可以摸摸看，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鼻中隔。那這個鼻中隔它有支撐我們鼻子的結構的作用，所以一般傳統的鼻中隔手術，我們可能就是把彎曲的地方拿掉，維持我們鼻子的這個 L 型的架構。但是如果是尾端的鼻中隔彎曲的話呢，因為是最前端的這個地方，最前端就是這個最前面這個頂的地方，這個地方彎曲，我們沒有辦法把這個彎曲的地方給切掉，所以我們會用一些所謂的鼻整形，叫做功能性鼻整形的方式來做這個軟骨的調整，做一些縫合的方式，然後用一些軟骨來做支撐，讓它這個彎曲的地方形成一個比較直的狀況，來改善我們這個鼻髮的狹窄的問題。所以這就是一個常見的鼻中隔彎曲的手術，還有鼻中隔彎曲的治療，然後合併肥厚性鼻炎的一個治療，大概我們常用的一些方式。